这个金蛋子已经上过位了，把它挖出来。装材定好型，在放养中不要急于修剪。这一颗金蛋子是裁下来的根进行重新培育的。主干过度形成一级，修剪调整一次，这样成型比出枝就盘杂要快很多。金蛋子挖出来后进行放盆，首先要把叶全部摘掉，减少它的蒸发量，恢复才会快。这些从根部长出来的枝条，如果不是造型需要，长出来就要把它们剪掉。尤其是在盆中放养，这些枝条会消耗大量的养分。这是原来留下来的干，把它们进行了开口拉弯，看看愈合情况怎么样。愈合上去了，但是形成不理想。金蛋子在半木质化时愈合能力是很强的，已形成黑色的苍花面，枝干的愈合能力会减弱。在做拉弯处理时，这一点要考虑到。这个桩原打算把前端驯养出来做淋水造型培育，但这个主干过枝过长，只好把它放弃，形成现在的直线排列3干。这其中有一条干是肯定要裁掉的，留这2条干，把前端裁掉。用布遮挡试一下，看看裁掉之后的效果。从这里裁掉，用这种干丝锯，接口会没有那么难看。锯身的曲线。这个截面等下要修剪，再做密封处理。土清理干净，根要做调整。金蛋子生长是否健康，全看这些根。金蛋子根的萌生能力是特别强的，但它的须根很细小，需要疏松透气好的生长土壤。用沙质土或者是颗粒土与含微酸性的腐质土混合，就能满足它的生长。把土去掉之后，把根洗一下。对树桩洗根有3个好处：一是清除板结的土，2是清除土壤中的病虫害，3是便于根系的调整。看得更清楚，很容易将缠绕的根分开。采下来之后都是很不错的提根素材，尤其是这棵。对桩材定型，首先要看根的特点，其次再看主干与根形成的角度。定型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枝干，这个桩的主干与根的夹角小于45度，比较适合做斜干造型。只要将2条已基本形成过渡的干稍作调整，这样在造型中就比较容易把握。也可以做成淋水，充分展现主干的这个弯曲变化，但这样会影响根的特点发挥。做什么样的造型比较好，还请朋友们给个建议。在下一期这颗金蛋子制作中也好有个主意。选择什么样的造型，要充分展示出树桩的特点，依托现有的枝干，但不要牵强。制作中要顺势而为，造型才会接近自然。这些根是这颗金蛋子的特点，使根的特点充分展现出来，对根要进行调整。像这种交叉的根，
交错而没有秩序，就会显得凌乱。调根与调整枝干是一个道理，要依据树桩的造型而确定。像这种提根式的斜杠或者是拧水，根形成的主体方向基本一致，而且要有弯曲变化。根从上往下逐渐散开，但不是整体，要充分体现出根的张力和抓力，这样才能使整个树桩立足稳，不失平衡。调根把握总体原则，重点是调整根之间的间距。像这条根，把前端撑开，再把后端收拢，这样就改变了根的行走方向。这条根与主体离散有点大，选择这个点受力，不能在这个点，那样达不到调整的效果。受力点要保存不，两个点同时收拢，这样受力才会均匀，使根不产生折断。调整之后的根没有那么松散了。根的前端收拢之后，后端会形成上翘，可以往下调，但这个过直的部分是很难改变的，从这里把它剪掉。利用这些朝下的侧根改变它的方向。根与枝干一样，在造型中也需要过渡。剪掉一些须根，种下山桩或者是进行放盆，大部分须根离开土就会失水，丧失吸收功能。下山桩不带土团，须根尽量的不要留，留了也没用。放盆的树桩要少留，留多了根系拥堵，盆土很难进入，尤其是根部的中间，盆土进入不了，会形成空隙，产生发霉甚至烂根。这也是树桩放盆之后恢复很慢，甚至产生树桩枯萎的一个主要原因。我是山区农场，在下期视频我们接着聊这个金稻子树桩定性调整及枝干取舍的话题。